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许多银发族最担心的一件事，那就是老年痴呆症，也就是阿兹海默症。想象一下，辛苦一辈子，好不容易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却渐渐认不出自己的儿女，连回家的路都忘记，甚至最后忘了自己是谁，这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更令人唏嘘的是，老年痴呆并不只是忘东忘西那么简单，随着病情发展，患者的性格、情绪和行为都可能出现巨大的改变，甚至连日常生活也无法自理，吃饭、穿衣这些基本事情到后来都需要他人协助。一个人一旦罹患老年痴呆，痛苦的不仅是他本人，照料他的家人同样身心俱疲。这种记忆的流逝与人格的消退，无疑是高龄生活中最残酷的梦魇之一。随着人口高龄化，老年痴呆症已经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挑战。根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超过5500万人正与各类失智症，包括阿兹海默症在内对抗，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到了2050年，全球患者数预计可能逼近1亿5千万人之谱。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受影响尤为严重，国内估计已有超过1500万名长者罹患失智症，其中以阿兹海默症最为常见。换句话说，在我们身边每10位65岁以上的老人中，就可能有一位正逐渐陷入记忆流失的困境。更麻烦的是，目前针对老年痴呆还没有可以根治的特效药，即使现代医疗手段再先进，也只能暂时延缓病情的恶化，却无法让受损的脑细胞恢复如初。近年来，虽然陆续有几款针对阿兹海默症的药物问世，例如利用抗体来清除大脑中的斑块，但这些药价值不菲，且伴随一定副作用，疗效也仅能稍稍延缓病程，并不能恢复已经丧失的记忆。因此，预防和降低发病风险就成了对抗这种疾病最关键的战场。然而，科学家们并未停止寻找破解之道。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坐等某天出现神奇新药才能拯救我们的晚年吗？好消息是，最近哈佛大学发布的一项重磅研究为我们点燃了一线希望。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唾手可得的一种食品，可能就是老年痴呆的克星。哈佛的科学家们甚至指出，只要从50岁开始坚持每天食用一次，它就能显著降低罹患老年痴呆的风险，让你即使活到100岁，头脑依然清醒，不用打针吃药，甚至无需花大钱购买稀有的营养品。这个秘方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厨房里，到底是什么如此神奇？让我们一探究竟。可能有人会好奇，为什么特别强调在50岁之后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呢？事实上，阿兹海默症往往在症状出现的前10几年就已经在大脑中悄然酝酿。也就是说，一个人在60、70岁明显失智之前，40、50岁时，脑中可能就开始累积有害的蛋白质，出现轻微的神经损伤，只是当时本人尚未觉察。许多研究指出，中年时期是预防老年痴呆的关键窗口期。如果能在这个阶段就改善生活方式，降低脑中有毒蛋白的累积速度，增强神经的抵抗力，那么日后发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大大下降。因此，专家才会建议在50岁出头就提早为自己的大脑健康布局，把握住黄金10年。先来听个故事。李先生今年65岁，是一位化工厂的退休工程师，本该是含饴弄孙、安享退休生活的年纪。然而他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原来他的父亲在晚年时饱受阿兹海默症折磨，记忆一点点消失的景象令李先生至今心有余悸。因为担心遗传因素，加上自己近年来也偶尔出现忘东忘西的情况，李先生对自己的记忆力格外留意。每当想起父亲那双茫然却无助的眼神，李先生就在心里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避免重蹈父亲的覆辙。他不想将来有一天，自己的子女也像当年的自己一样，看着至亲之人一点点忘记一切，却束手无策。他仍记得，父亲初期只是时常忘记事情，但短短几年后，竟连儿子的名字都喊不出来。那种感觉就像亲眼看着一座珍贵的图书馆在眼前一页页消失，却无能为力。早在10多年前，他刚过50岁那会儿，就决定主动出击，预先防范记忆的退化。他从报纸杂志上看到，
医生建议中老年人多采取地中海式饮食，这种饮食提倡多吃鱼、多吃蔬果和坚果，烹调时用橄榄油代替动物油，据说对大脑健康很有帮助。于是从那时起，李先生做了一个重要的改变，把家里的食用油几乎全部换成了橄榄油。起初家人并不以为意，有人笑他迷信偏方，也有人觉得改变一点饮食无济于事。但李先生态度坚决，几乎每天做菜都离不开橄榄油，不管是炒青菜、煮汤还是凉拌沙拉，他总要加上1-2匙橄榄油提味。此后他也顺势养成了饭后散步半小时的习惯，尽量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转眼10多年过去，如今年近70的李先生身体硬朗，头脑依旧灵活。在他周围同龄的朋友中，有些人已经出现明显的记忆衰退，甚至被医生诊断为早期失智症。但李先生每次体检做认知功能测试时却表现优异，反应之敏捷，连医生都惊讶不已。他自己也明显感觉到近年来思路清晰，极少出现严重的健忘或混乱状况。更难得的是，他的体检数据也一直保持在理想范围内，血压、血糖、胆固醇都控制得很好。医生说，这些身体指标的改善或许也是他保持头脑年轻的重要原因。李先生打趣说，或许正是这10多年来日复一日那一小勺不起眼的橄榄油，帮他守住了脑中的青春。像李先生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而科学界的研究正在从统计数据上印证着这样的想法。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期公布的这项长期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专家团队追踪了将近93000名美国人，长达28年之久，规模极其庞大。参与者的平均年龄在56岁左右，也就是说，研究从他们的中年一路观察到老年。期间，研究人员每隔几年就调查他们的饮食习惯，同时密切记录健康状况和最终的死亡原因。在接近30年的追踪期间，有超过4500名参与者因为失智相关的原因去世。科学家仔细分析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后，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原来经常食用橄榄油的人罹患老年痴呆并因此过世的风险明显较低。具体而言，只要每天摄取超过7克橄榄油，差不多半汤匙左右，长期坚持下来，与那些很少吃橄榄油的人相比，因失智症而过早离世的风险降低了约 28%。 研究团队负责人泰西耶博士表示，这样显著的差异令他们感到振奋。即使反复调整统计模型，排除其他生活因素后，橄榄油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暗示橄榄油本身可能具有独特的保护作用。对于本身具有家族遗传风险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令人鼓舞的讯息。这意味着，就算先天携带了不利的基因，只要在生活习惯上多下功夫，依然有望大幅降低患病的可能。换个角度说，将失智风险降低近30%，对于预防这种复杂疾病而言，已是相当惊人的成效。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靠一项简单的日常饮食调整就能实现，这无疑令人印象深刻。那么，为什么小小一勺橄榄油有这么大的威力？这得从橄榄油丰富的营养成分和它对身体的影响说起。首先，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油酸。这种好油脂有助于降低体内有害的坏胆固醇，提升心血管的健康程度。而大脑的健康与心血管状况息息相关，大脑所需的氧气和养分全仰赖血液供应。如果血管因为高胆固醇而逐渐阻塞硬化，脑部就容易因供血不足而受损，长期下来可能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经常食用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的橄榄油，能帮助我们保持血管的弹性和畅通，减少脑部血流不顺或微小中风的风险，相当于从源头阻断了因血管问题引起失智的可能性。除了健康的脂肪，橄榄油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和抗发炎成分，特别是在特级初榨橄榄油中含有大量多酚类天然化合物，例如橄榄多酚含有橄榄、苦味素等等。这些名字拗口的物质其实是大自然给予橄榄油的神奇礼物，它们能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轻慢性发炎反应。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在长年累月的运转中，会逐渐产生许多废弃物和锈斑，像是有毒的贝塔类淀粉蛋白。
也就是会在大脑中形成斑块的物质，以及tau蛋白的残结，正是阿兹海默症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元凶。这些异常蛋白质会在脑中堆积，干扰神经细胞的讯息传递，最终导致记忆与认知的崩解。简单来说，贝塔类淀粉蛋白会在神经细胞之间形成一团团斑块，好比灰尘杂质堵塞了脑内电路，让讯息无法顺利传递。而tau蛋白残结则是在神经元内部纠缠成团，破坏细胞的结构，就像电线短路一般。随着这些垃圾越积越多，大脑的记忆与认知功能便会越来越衰退。而橄榄油中的多酚等抗氧化成分正可以对抗这些有害物质的累积。研究发现，橄榄油中特有的一些多酚，例如油橄榄、苦苷等，有助于促进大脑清除贝塔类淀粉蛋白的过程，减少斑块在脑内沉积。同时，橄榄油显著的抗炎作用能降低脑中的慢性发炎程度，等于减轻了神经细胞长期承受的伤害。可以这么形容，如果说阿兹海默症是在我们大脑中点燃了一场无声的慢性火灾，那橄榄油就像是一位每日默默洒在我们脑海里的消防员，持之以恒地帮我们扑灭那些看不见的火苗，同时清走燃烧后残留的有害废料，还在神经细胞周围筑起防火墙。不仅如此，橄榄油或许还肩负着清道夫的角色，帮助将毒性蛋白从脑中逐步运送清除出去。这些作用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实验数据支持橄榄油对大脑的多重保护效应。事实上，在哈佛这项研究公布之前，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长寿老人们早已现身说法，向世人展示橄榄油的神奇力量。例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区的传统饮食中，橄榄油是每天餐桌上的灵魂食材。在这些盛产橄榄的国家，我们常常能见到高龄90岁甚至100多岁仍思维敏捷的老人。相较之下，一些橄榄油食用量少、饱和脂肪摄取高的地区，心血管疾病和失智症的发病率明显更高。著名的地中海饮食以橄榄油为主要油脂，并强调大量蔬菜水果、鱼类、坚果和全谷杂粮，以及适量饮用红酒。大量研究早已指出，遵循这种饮食模式的人群，心脏病、中风以及认知退化的风险都比饮食习惯不健康的人来得低。其中橄榄油作为关键的一环，可说是居功厥伟。过去科学家或许难以将功劳精确归功于某一种食物，但哈佛这项长达28年的调查终于将橄榄油从众多因素中凸显出来，证实了它确实是守护大脑健康的重要工程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有一座被称为长寿岛的伊卡里亚岛，那里老人的罹患失智症的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准，令人惊讶。研究人员实地考察后发现，伊卡里亚岛居民的生活方式完美体现了地中海式的健康秘诀。原来他们日常饮食以当地出产的橄榄油、新鲜蔬果和豆类为主，佐以适量的羊奶、起司和红酒。平日里喜欢劳作和步行，有着紧密的社区人情和规律的作息。在这种熏陶下，岛上许多80、90岁的老人依旧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失智症在当地几乎成了稀有罕见的病。伊卡里亚岛的例子正说明了长期奉行健康生活方式所能带来的巨大差异，也从侧面印证了橄榄油等天然食物的潜在威力。除了橄榄油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天然食物对大脑有益处。在2024年，一项针对12万多名志愿者的研究发现，富含类黄酮的食物同样能降低失智症的发病率。类黄酮是一类存在于植物中的强力抗氧化物质，广泛分布在色彩鲜艳的水果和蔬菜中，比如蓝莓、草莓这些深色浆果，还有葡萄、苹果、橘子等常见水果，都富含类黄酮。除此之外，每天喝上几杯茶，不论是绿茶还是红茶，甚至偶尔喝一杯红酒，也能为大脑提供充裕的类黄酮。研究显示，每天摄取至少6份这类富含类黄酮的食物和饮品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比摄取最少的人低了约 28%。 尤其是具有高血压、忧郁症或失智症、家族病史等高危因素的人群，在高类黄酮饮食下
展现出的保护效果更加明显。这再次证实，多吃蔬果、适量喝茶酒等健康饮食习惯，长期下来确实有助于大幅降低失智症的威胁。再谈谈大家容易忽视的膳食纤维。哈佛营养学专家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指出，高纤维饮食可能对大脑老化也有保护作用。一项长期研究发现，每天摄取约20克以上膳食纤维的人，日后罹患失智症的比例明显低于那些纤维摄取很少的人。富含纤维的食物包括全谷类、豆类和各种蔬菜水果等。这类食物不仅有益消化，还能滋养我们肠道中的益生菌。科学家提出一种被称为脑肠轴线的理论，认为肠道健康与否会通过神经和免疫途径影响大脑功能。当肠道菌群保持平衡，多余的发炎因子就不容易透过血液影响到大脑，神经细胞所处的环境也会更加干净清爽。换句话说，每天吃足纤维，照顾好肠胃，其实也是在变相呵护我们的大脑。而巧的是，橄榄油本身也对肠道有好处。研究显示，橄榄油中的某些成分能促进有益菌生长，抑制有害菌，帮助维持肠道菌相的健康，进一步发挥抗发炎、抗氧化的效果。这对大脑来说可谓是双重保护。此外，海鱼也是护脑饮食中的一大要角。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曾指出，在各种食物中，鱼类对维持认知功能的益处最为显著。深海鱼富含 Omega-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能促进大脑神经细胞的健康，降低发炎反应。建议每周吃2到3次鱼，例如鲑鱼、青鱼、沙丁鱼等，以摄取充足的 Omega-3。这一点在地中海饮食和 MIND 饮食中都被反复强调，可见其重要性。顺便一提，美国营养学者还制定了一套专门针对大脑的饮食方案，称为 MIND 饮食，即地中海德蔬饮食干预，延缓神经退化。研究发现，严格遵守 MIND 饮食的长者，认知衰退速度显著放缓，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更是比一般人低了约 53%。即使没有完全遵守，只是部分采用 MIND 原则的人，失智风险也下降了约 35%。MIND 饮食强调每天摄入足量的绿叶蔬菜和其他蔬菜，多吃坚果、豆类、莓果、全谷物和鱼类，以橄榄油作为主要烹调油，同时限制红肉、奶酪、油炸食品和甜点。简而言之，就是以营养丰富的食材替代不健康的高脂高糖食物，长期坚持下来，就能为大脑筑起一道坚固的营养防线。当然需要提醒的是，以上这些研究主要是观察性研究，没办法直接证明因果关系。但当不同国家的科学家都反复在大规模人群中观察到类似的趋势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均衡饮食与健康生活方式对于维护大脑功能确实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当然，要对抗老年痴呆，饮食只是其中一环，我们还需要从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全方位努力。其中一项关键因素就是规律的身体活动。近期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项研究揭示，每天适度运动对维持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具有惊人的效果。他们发现，每天走路大约3000到7000步的长者，脑中与阿兹海默症相关的有害蛋白质堆积速度比较慢，记忆力与思考能力的衰退也明显延缓。特别是那些平均每天步行在5000步以上的人群，认知功能衰老的进程足足比久坐不动者延后了好几年。有些爱走路的老人，即使带有阿兹海默症的高危基因，或脑内已出现些许老人斑，他们仍能比同龄人更晚表现出失智症状。运动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不仅为大脑输送了更多氧气和养分，还可能帮助清除脑内的代谢废物，甚至促进神经细胞之间建立新的连结。难怪有人把散步、慢跑这类运动称作大脑的长期投资。看似简单的步伐，其实默默为脑细胞存下了健康本钱。除了运动，心理和社交方面的锻炼同样不可或缺。俗话说，脑子越用越灵，经常给大脑新的刺激，有助于建立所谓认知储备。经常阅读、学习、培养新爱好，或者与朋友下棋聊天，多参与社交活动，这些精神上的积极活动都能强化神经回路，降低日后失智的风险。不论是打麻将、下棋这类动脑的娱乐，
还是和家人朋友聊聊天，谈谈过去的趣事等社交互动，都能让大脑维持活跃。甚至有研究发现，饲养宠物也可能对认知健康有帮助。每天定时带狗散步，抚摸猫咪，不仅减轻了老人的压力，还让生活作息更有规律。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实际上也在默默守护着大脑。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身体健康加上心态年轻，双管齐下，才能真正远离老年痴呆的威胁。另外，阿兹海默症的发生其实也和全身代谢健康有关。一些医学专家甚至将阿兹海默症形容为第3型糖尿病，意指胰岛素抵抗和血糖管理不佳可能会增加失智的风险。这无疑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饮食控制对大脑如此重要，避免过量的糖分摄取，维持血糖稳定，不仅能预防糖尿病，或许也能在无形中保护我们的大脑免受失智侵袭。综合以上种种发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图景。健康的大脑取决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人生下半场的关键岁月中更是如此。我们在50岁上下所做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30年后大脑的老化状态。常言道，预防胜于治疗，对老年痴呆而言尤其贴切。哈佛的这项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简单的方向，从现在开始善待我们的大脑，就从餐桌上的一点一滴做起。例如，把厨房里的烹调油换成橄榄油，用它来替代部分动物油脂。不仅如此，与其吃高糖点心，不如多吃新鲜的蔬果、坚果。晚饭后关掉电视，出门散步半小时，让身体和大脑都活动起来。这些微小的改变日积月累，将会在未来汇聚成巨大的差异。或许它们就是决定你我暮年时记忆是鲜活还是暗淡的关键所在。或许有人会问，橄榄油每天吃要怎么吃才科学？其实方法很简单，只要把橄榄油作为日常饮食中的主要用油之一即可。比如用橄榄油拌凉菜、沙拉，或者在清炒蔬菜、煎蛋时改用橄榄油烹调。也可以像南欧人的传统那样，把全麦面包稍微烤热，蘸点橄榄油当早餐或点心。煮汤的时候，在起锅前滴上1匙橄榄油增香，这也是不错的做法。关键在于长期坚持，而非3天打鱼2天晒网。至于油的选择，特级初榨橄榄油因为未经高温精炼，保留了最多的抗氧化营养成分，效果最佳。虽然价格稍高，但一瓶橄榄油往往可以用很久。算起来，每天投入的成本其实相当低廉，却能换来对大脑实实在在的保护。这笔账无论如何都划算。最后，我想分享一则有趣的真人轶事作为结尾。世界上记录寿命最长的人，法国人珍妮·卡尔门活到了122岁高龄。更令人惊奇的是，卡尔门老太太即便过了100岁，头脑依然清醒，还能幽默地与人对谈。当有人问起她长寿又长脑的秘诀时，卡尔门笑着回答说，他终身热爱美食，抽过烟也喝红酒，甚至特别试吃巧克力。但有一样东西是他每日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橄榄油。他不仅顿顿饭都浇上大量橄榄油，就连皮肤保养也靠橄榄油来滋润。当然，我们不能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橄榄油，但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正在揭示，卡尔门奶奶多年来的直觉或许是对的。橄榄油中确实藏着让人健康长寿的奥秘。老年痴呆曾经被许多人视为无法逃脱的命运，但哈佛的这项发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也许无法完全避免所有风险，但我们可以大幅改写未来剧本。试想，有一天我们垂垂老矣，满头银发，却仍然能记得儿时的歌谣，认出身边的儿孙，甚至兴致勃勃地和老朋友们下棋聊天，那将是多么幸福的场景。如果想实现这样的愿景，从现在开始就把握住科学给予我们的这些线索，在50岁以后，甚至更早，给自己定下一个规律健康的生活计划，每天给身体和大脑投资一些有益的东西，每天1小勺橄榄油，每天半小时散步，每天1盘蔬果沙拉。这些简单的小习惯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去，岁月将证明它们的价值。当我们为自己的将来做好了这些准备，最终或许真的能实现活到100岁依然不痴呆的目标。即使无法100%保证，
但至少届时我们回首时，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力守护了我的大脑。让我们端起手边那杯掺了橄榄油的健康饮品，为自己的大脑干杯。愿未来的我们都能拥有一个清醒自在的100岁人生。希望哈佛的这项新发现能让更多人受益。不妨从今天开始，将这些知识分享给我们身边的长辈和朋友，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在餐桌上多淋一些橄榄油，饭后出门散散步，家人之间彼此鼓励，养成健康习惯，便能共同迈向长寿又长治的未来。试想，如果我们身边的每位老人都能带着清醒的头脑安度晚年，那将是整个社会和千千万万家庭莫大的幸福。现在就让我们付诸行动，为了没有老年痴呆的美好未来干杯。